有一点我觉得非常的奇怪，就像这一间的衣架，它就是放在 mini bar 的上面。如果你要挂衣服的话，也只能挂的吧，你也不能挂外套，因为这个高度其实是不太够的。如果真的是一件衣服，那下面的东西不是就是都要收下来了？其实我自己搭过，基本上吃不太出来有温泉。待会我们就要去爬271阶梯，现在通马的位置呢是在。Hello， 大家早上，我是头马。你现在收看的呢是头马南马后手，又来到了宜兰。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宜兰的三星。大家对于三星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三星好像都在吃三星葱油饼吧？来，大家去介绍一间2019年呢才刚开的一间民宿。这一间民宿我还蛮期待，听说每个房间有不同的风格。好，在影片开始前，别忘了先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影片要开始喽。Tell me, did you know that you would be leaving me just like the winners know? Tell me and be honest. Tell me, should I've known that you'd be leaving me so painfully quiet and slow? 现在呢，我们就已经来到了 Olivia。首先一进入这个大厅里面，就可以看到最上面的这一大圈非常棒的水晶灯。听说这个水晶灯是从奥地利来的，当时来的时候可是花了非常久的时间才到台湾的。一进来大厅里面会发现到布鲁斯蓝，这是一个老板娘特别喜欢的颜色。当初建造的概念呢，是因为老板娘想要送给自己女儿的礼物，所以整个民宿总共有10间的房间，每一个房间呢代表不同的意思。1楼的大厅就有非常多来自世界各国不同的东西哦。首先我们看到的来自柬埔寨的佛陀像啊，或者是有来自越南芭蕾舞的一个雕塑，然后再看到我身后的这一个画像呢，是泰国的画家所画的。非常的异国风，这1楼呢非常的挑高，然后在这边呢可以使用下午茶或者是第2天的早餐。当初去做这报纸代表着老板娘还有她女儿的一个肖像。整个1楼的氛围呢我还蛮喜欢的。令我最惊讶的是，这间民宿里有专属的电梯，你都可以乘坐它的电梯上去，是不是非常的贴心呢？说了这么多，我们赶紧去看看房间喽。从窗帘到沙发，然后整个床四周围的墙壁是由白色跟玫瑰红色所组成。它的电视是奇美的电视，每一个房间都还有mini bar，在厕所还用的淋浴的设备。那我们先去看下一间。叫喜乐房，有没有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开心？这个房间最大的特色，藤所编织的床头，米色的窗帘，再加上木质的桌椅，非常多羽毛类的东西。这个吊椅，你就可以坐在这边，很舒服吧？这是厕所的空间非常大，非常的明亮。我们再去看下一间房间。接下来的这一间房间走进来，整个都是黑色的，有黑色的沙发，整个墙壁都是黑色的美耐板，加上它有一个像公主床一样的纱裙，有一个黑色的边桌在旁边，加上黑色的百叶窗，连冷气都已经涂成黑色了。这边还有一个水晶吊灯，房间的插座非常的多，床的2旁就有4个插座。这一间的色调我非常的喜欢。mini bar 的部分呢，一样采用的黑色木纹，然后加上铁件。那最大的特色是它的浴室，像日式温泉泡澡的地方，里面完全采用黑色的马赛克砖。我这间还蛮喜欢，这间叫做秘密，推荐给你。你看着开放式的厨房很厉害，它有一个中岛式的一个工作台，这是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一个梦幻厨房，就在这里。
这上面有一个很漂亮的水晶灯，因为这附近方圆百里可以吃的东西也不太多，可以从外面买一些食物进来使用民宿里面的一些餐盘，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今天的下午茶是从下午的2点半，然后到4点半，现做的甜点之外，有意式咖啡可以做享用。今天招待苹果塔，然后还有香蕉蛋糕跟红萝卜蛋糕。如果你想要享用下午茶的话呢，别忘了要赶紧先来这边 check in 哦。洗澡的时候水流量还蛮大的，沐浴露跟洗发精都是橄榄，还蛮舒服的味道。吹风机是瑞士品牌的，风力也蛮强。不过这一间民宿是没有牙刷、牙膏，别忘了要记得自己带。整体来说，整个民宿呢非常的干净，这一点还蛮加分的。现在外面下着毛毛的雨。原来这壁炉是真的可以做使用，沿着户外有一个很大的烟囱。今天因为早上天气比较冷，所以老板特别我们用壁炉。不过我还第一次看到在里面燃烧的过程。在这么小的楼层里面，还可以塞得下2波电梯。这个电梯大概可以容纳4个人吧，小巧可爱。好啊，回到房间，我们现在准备 check out 啦。刚刚吃完早餐，一开始上的是南瓜浓汤，比较特别的是一个燕麦粥，又加入了一些白兰地在里面。有一个沙拉，有些藜麦、小黄瓜、洛梨、马铃薯泥去做搭配，蛮好吃的。不过就希望动作加快一点会更好。OK， 那就差不多是这样。理想中的民宿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好，感谢你的收看，我是 Toma，我们下一个城市见喽，拜拜。